大家好，我是罗丹艺，下航787队的第1位女飞。恭喜丹艺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这一次考核呢，我们的2名机长各带1队，一起参与考核。飞行员的冰与火之歌。本轮的冰考核就是对已发生的飞行事故进行资料的收集、分析，出一个结论。雷达罩没了。启动发动机的时间是9点。其实飞机是带着一个结冰条件起飞的。水是纯净的，心是自由的。本节目由纯净油信的纯水乐联合冠名播出。加入芒果 TV 会员，想先看初入职场机长季、尊享初入职场机长季、分油季等超多精彩内容。我们将在大会议室进行召开事故研讨会，还原事故过程。我这里又有了一些航空公司提供的一些新的资料，我们分开讨论。咱们可以整理一下从前到后。08年12月出厂，老飞机，63吨，大重量，风速表马赫数冻在这儿了，应该是发动机着火的。看这个样子，这边看不见撤离梯，这边看得见撤离梯。首次直飞，梯度比较大。对，咱就还是一样，把能想到的先想了，边看边想。737-500，把比刚刚多的信息都写上吧。好。全体生还，机型是737-500，2008年12月出厂，没有危险品。好，其他信息都是我们刚刚找到过的了。刚才的那些还可以写一下，因为我们那个照片，我觉得你字写的还挺好的，很工整。到时候我们可以直接拿着你写的来说。现在就是一个 PK 的战略，一会儿仁哥去讲结论。可以，我们结论的话就是用简短的话去讲。那这个时间线就很重要。可以，那我们就按时间线来写，然后我们现在开始补充细节，往上写。好，我们先多多的想，多多的写。想到什么就说。冰考核呢，我们之间的分工很明确，由玉婷通过时间线的方式去进行整理，然后最后由我去进行汇报。把这个时间线捋一下。对，这是地面条件，先交代一下。首先，地面是有水汽，然后是符合机冰条件的。在冰考核的第2轮考核中，由我去进行陈述，我就直接写出一个时间线，然后师姐和小董分别补充了他们的想法。咱们是21.05开始使用的防冰，对吧？有效期1小时，咱们是22点起飞的，就等于还差5分钟过期，接近极限。起飞以后，在飞的过程中，然后外面有光，突然之间看见外面就有一个光在闪。对方说，可能是静电。说了静电，这边说的是正确。对。哦，我知道了，你看，这10分的时候是8000，然后后面不就消失了吗？再出现是13分是7000，可能消失就是进入天气。他是说在10点14分，然后先是看到强光，强光加噼里啪啦，就那个颠颠噼里啪啦嘣。你在唱 rap 吗？我当时就这么记得。我们当时有怀疑这个是冰晶或者冰雹，而且伴有静电干扰，所以飞机开始下坠是在2声巨响之后。如果它在那么快的时间下降4000尺的高度，肯定是发动机有问题了。对，我们需要推测出2声巨响是什么原因，因为这个可能是造成这次空难的主要原因。他说有什么东西进入了发动机，导致有2声砰砰。7、8千英尺有可能发生鸟击吗？都有可能，1万英尺以下都有可能。有闻到味道吗？没有闻到味道。我主要是没有闻到烧焦味。白色的东西没有闻到烧焦味，绝对不是鸟击，鸟击就可以排除。
机头没碎是吧？机头直接没了，砸没了。雷达罩没了。雷达罩没了。白色的东西没有闻到双味。罩子。哪一个？雷达。雷达罩。雷达罩有可能。有可能打掉了，直接飞进发动机。雷达罩有可能进入了发动机。他说一片，我想一片的东西有什么？所以玉婷当时有个猜想是雷达罩被打到了发动机里。我觉得是气象雷达罩被打掉了，卷到了那个发动机里面。哦，小心！2声巨响，飞机丧失动力，开始紧急的调高度。再次出现我们的方向已经改变了，并且我们的高度开始下降。可能不太受控了，我怀疑是。对。这个失速咱们可以加上怀疑双发失效。如果引气不够的话，我的机翼防冰是没有了。所以导致后面这么强的一个机冰，然后导致再进入失速，然后有进行机长广播防冲撞的准备，说明当时是已经确定是需要迫降了。那咱走一遍，一开始咱们正常起飞，然后进云，然后11分的时候，忽然就进入一个特别大的雷暴遇到，同时听到2声砰砰响声。对，无烧焦位。且无烧焦位，影响了我们发动机的工作。正是因为没有发动机防冰了，导致我们机翼上的结冰越来越重，导致进入一个失速的状态，导致在已经很努力的在控制了，然后但是最终还是触地了。周时杰他是一个能力超强、理论超扎实的人，他一直引领我们去展开这个事故的调查。然后机组在座位上昏迷，根据下降率推断是做了操作的。最终迫降成功。从4000到1500到1000，全程是在减小下降率的。尽力了，只能说。飞行员尽力了。我有一点怀疑哈，你看机长的头刚好砸在了操纵杆上，会不会是他头掉下去，顶到杆呢？对，我认为应该是这样。那我们的这个结论还蛮统一的哈。讨论怎么样？我们6点准时开始哈。好的。现在53分，你说的那条你找一下 iPad。好。我们预计6点准时开始啊。好的。还再补充一个，我怎么感觉他没开防冰呢？那个什么没写，空速耳机冰。234型厨房冰液如果超过20分钟，在起飞前5分钟是要在机耳舱进行检查的。没错，就这么写了。可以补充，就过于依赖。我觉得这是肯定的，是一个心态上的。好，时间到了，你们都过来吧，来到会议室。走，请，小师姐。为什么一种要我好看的表情？虽然你长得好看，但是我要你好看。你给我小心点。欢迎。怎么样，总结的？还可以，挺好。好，还 OK 吗？还 OK。接下来我们的研讨会就开始了。我作为专家组来参与本次的研讨会，飞友团呢则是受邀来听证和当事人。首先第一个环节，请我们2组代表大师姐和小师姐来梳理概括一下目前组内获得的所有信息。所以这一轮谁输谁赢的压力给到你们2位师姐身上了哈。好。那这先让梁河组先说吧。好。陆空通话失效，怀疑是升高频可能受损。1条。在这个过程中，风挡破损了。继续。10点11分到10点13分的信号消失，怀疑是进入天气后的信号屏蔽导致的 TCAS 消失。这个是新的点，刚才大家伙都没有说到。根据飞机离场图上的2个叉的指示，我们推测飞机最后的坠机地点是东北角的那个叉。也有战斗的感觉啊！继续。导致飞机进入失速的原因是因为机翼迅速严重积冰。由于我们飞机的升力是1/2 ρv 的平方乘以面积。哇，太专业了。我们的机身上表面产生机翼之后，升力系数下降，导致我们飞机进入一个失速的状态，所以才会从速度从2.5栋1分钟内降到了2.1栋。好全面啊！我们看图片
发现飞机是有操纵面变形，然后那个地方有燃油泄漏。这个很专业了啊。咱们最高高度只是到了8000英尺，还没有到转换过渡高度的时机。伴随机身多处破损，怀疑是破碎的雷达罩打到飞机机体。接着你的话说，就是机体破损之后进入发动机，可能短暂的导致发动机引气方面的故障，或者是双发失效。好，继续。皮托管有结冰的现象，的确是。接地后左发火警。对。空管雷达在10点13到前后门都进行打开，进行了撤离。位置。好，继续。好，继续。左发火警。本次航班一起飞就进入预计的中度机冰区，1300英尺进入疏云，2500英尺。发现飞机是有操纵面变形，所以说它当时接地的时候显示1动1两，还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没错，继续。怀疑是期间遭遇严重颠簸引起的。这说的很细。哇，把我们这些现象全部解释了，这些细节都记得非常清楚。风挡破裂之后有很多缺损，机长受伤了，晕厥了。在开始下降后，从4000英尺的下降率慢慢减小到了每分钟1500英尺，再到接地时候的1000英尺，说明机组是在努力控制飞机，是一个可控撞地。好，回击，质疑 ，this。机长失能，然后副驾驶是一个只有300精力小时的新副驾驶，并且是首次执行本次航班。飞机的破损情况反映它并不具备在机长失能的时候安全破展此次航班的能力。好，基本上2位师姐说的都比较全面了，而且梁河的确是有冰一样的这个特质哈，把时间点说得非常准确。然后我们小师姐这边呢，对细节把控得非常好，她能把最新的资料拿出来一个一个去核对。2位师姐表现得非常不错哈，鼓掌！太棒了，厉害！太棒了，听得我们一愣一愣的。水是纯净的，心是自由的。本节目由纯净油信的纯水乐联合冠名播出，芒果 TV 官方合作号卡，动感地带芒果卡，带你解锁蓝天之旅。接下来我们请2组飞行员依次进行汇报，还原事故的过程。一组汇报结束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根据汇报的情况对他们现场进行提问，然后请该小组的成员进行回答。然后回答完之后呢，第2组再进行汇报，然后我们接着还可以提问。现在那请第1组先进行汇报。龙队。好，哇哦。首先，我们是一个冬季运行，2月14日，然后机长呢是一名老机长，他飞过这个航班已经超过100架次了，而副驾驶呢是首次运行这个航班。原计划是8点50分起飞，但是因为等待留学生造成延误，这2个小时过程中，我们天气一直是一个冻雾，符合一个地面结冰条件。这点通过我们地面人员眉毛上有白雾啊，然后空中有冰力悬浮可以判断啊，这些细节。我们9点钟开车，9点05进行慢车除冰，10点钟起飞，在10点03的时候，我们都是一个正常状态，1000英尺的高度，1400的速度，然后10点10分的时候，8000英尺高度，250节速度，这时候我们有听到噼里啪啦声音，同时我们就是可能遭遇了薄机。在10点11分的时候，我们在雷达上消失了，我们怀疑进入了强雷雨，同时有报告闪光，那个视频也可以看出来，很细致，很细致。之后有报告一团白色的东西可能进入发动机，听到砰砰响声，那会不会是鸟击呢？应该不是鸟击，因为它没有烧焦味，没有那种蛋白质的味道。烧焦味在飞机里面我闻得到的吗？是可以闻到的，它会进入我们的空调系统。哦。通过砰砰声和没有烧焦味，我们可以怀疑可能是机体受损的某个部件掉入了发动机中，也有可能是冰雹进入发动机。就是虽然影响可能不同，但是我们造成结果就是我们发动机失去了动力，或者说动力不足。同时皮头管结冰，然后空速也变成了不可靠了，因为我们可以判断在速度仪表上是130节，而我们的雷达上显示我们已经是0节了，说明我们的空速是不可靠的。10点13分，我们当时高度是7000英尺，速度是250节，我们航向却往南飞了。这时候我们有感觉到压耳这些状态，说明我们是发动机的引气是不足的。发动机引气是供给给了我们空调和增压，所以说为什么会感到热和压耳，就是因为我们发动机引气不足了。10
10:14，我们高度是3000英尺，速度是210节，而航向又发生一个剧烈变化，变成了向北飞。在这个时间里面，它有2次就是明显的改航向这个行为，这个是因为什么？我怀疑是飞机进入一个失速的状态。失速？对，因为我们的高度从7000英尺掉落到3000英尺，然而我们的速度还降低了，这是非常不符合能量守恒定律的一件事情。说明我们飞机进入一个失速状态。包括我们误入强烈雨之后，我们机翼造成了结冰，我们失速速度变高，升力速度降低，所以说这是我们为什么会进入一个失速状态的原因。如果已经失速，然后不可控，为何你们刚刚是说飞机在一个可控的状态下机腹着陆的呢？那是我们之后，然后在14分到16分，我们的飞机它在2分钟内只下降到了3000英尺，说明我们机组已经在进行控制了，将它已经从失速中改出顺风，已经给它拉回来了。然后起落架折断，同时机翼漏油，并且由于重着陆导致着火。然后我们飞机的姿态是一个负1度姿态进行落地的，机组已经在尽力的改出了，就是从之前完全不可控的状态变成了接近可控的状态。所以说这是为什么我们全员生还的原因。那请我们第2组来进行一个事故还原的过程。我们这组派仁哥出战。好。到目前为止，怀疑飞机就是遭遇到冰晶或者是冰雹，伴有静电干扰所导致我们飞机在这个雷达图上消失。由于严重颠簸导致在消失期间呢，我们的高度从8000尺掉到7000尺，有一个很小范围的一个波动。然后在后续遭遇到冰雹，包括严重颠簸等等，导致我们的雷达罩还有发动机受损，飞机丧失推力，并且伴有机身的机翼结冰。最后我们飞机由于丧失升力和推力，然后坠毁。那你觉得飞机空中遭遇什么故障了吗？我们怀疑飞机的这个 VHF-1可能是在短期内遭遇故障，然后导致机组和地面管制之间会丧失一定的这个沟通。这也就是为什么机长当时有去跟乘务长去反馈，说我们没有叫到地面。我认为可能 VHF-1是会存在一些故障的。还有一点就是通过这个图片上，其实能看到后沿襟翼是有受损的，并且伴有这个燃油泄漏的。所以说我怀疑有可能它的这个襟翼受损情况也是在天上，然后由于这个冰雹所致，它的这个角度这块是有问题的，导致这块有一个燃油泄漏。我有一个问题，就是第一次我们听到的噼里啪啦的声音，跟第2次听到蹦蹦的声音是2个同一件事情吗？可以解答一下吗？第一次噼里啪啦那个响声，我们一致认为是由于小冰晶啊或者冰雹打在飞机上的那种啪啪啪啪啪的那种声音。然后第2次我们所听到的2声的那个巨响，应该是我们发动机的故障。严重损坏的话，在我们的这个故障现象中是存在这个异常声响的。哇，你好仔细呀，想得真好。都是我们对的嘛。对。提问。为什么在第1次剧烈颠簸的时候，我没有接到就是机长的指示？就他没有一个处理的方式给到我，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处理。我认为，其实，在第1次出现严重颠簸的情况下，机组当时的反应应该是在第一时间想控制好飞机的状态。这其实也是在机长的可控范围内，他认为。对，是在可控范围内的。明白，好，那还有什么问题吗？您再给我说一下，你通过这张表，你说姿态是负1度，你说代表着机组有做过这个就是处置。首先，我们的飞机是机腹着陆的，那它的姿态为什么会反映出机组有进行过正常操作呢？我们从下降率判断，我们从1分钟下降4000英尺到我们2分钟下降3000英尺，到最后我们着陆的时候，我们下降率是1000英尺。
如果它没有控制的话，请问它是直接撞地还是直接向量式变化的？所以说你从这个点上根本判断不出来机组进行过正常的这个干预。你是否认同它是一开始失速的？我甚至我不认为它是失速的。你看它雷达上面的那个速度，它始终是2.5动的速度，最后减到2.1动的速度，最后接地的。哦，是吗？请问1分钟下降4000英尺，我的速度应该怎么变化呢？你把油门收到慢车，难道不能达到这个下降率吗？你认为737不能达到4000尺的下降率吗？好精彩！那飞机处于什么状态？这个不是我们描述的，这是我们在质询，不是你质询我们。我认为您对于机组的判断完全是错误的，机组是绝对进行操纵的，不然不会有全员生还的。咱不是说他没有操纵，而是说咱们从这个话题上来演变的。你既然能把这个-1度的这个姿态作为，这是2句话。其实当时我们没有说由于是-1度而进行了操作，说的是由于下降率持续在减小而推出来机组有进行操作。大家伙刚才讨论很热烈哈，把各种细节基本上又都补充的更细致了。经过我们初步判断啊，我发现我们最终的聚焦是聚焦在了机长失职导致的悲剧呢？机长到底有没有责任呢？还是冰雹天气造成的意外呢？所以这个飞机的事故真相是怎么样啊？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数据来支撑。对，我们现在这个黑匣子已经找到了啊，黑匣子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让我们飞友团看一下，黑匣子是不是黑色的？是橙色的，橙色的。黑匣子里面呢包含2方面内容，一个是飞行数据记录器，还有一个驾驶舱语音记录器。那这些信息可以储存多久？它这里边有个电池，只是那个电池可以保证至少30天以上。哦。经过技术人员的复原呢，黑匣中的语音记录已经被还原出来了。公布了舱音，结合我们之前前面的调研，我们相信事故的原因会越来越清楚了。消失的3分钟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就请陈龙、易林还有明伟、玉婷帮我们读一下。好。龙机长，我们的厨房兵保持时间是60分钟。好的，收到。你现在可以联系地面，报告除冰完成，申请启动发动机。地面，出入职场666，除冰结束。出入职场666可以启动发动机滑出报告。收到。出入职场666，你好，刚收到前方消息，你的起飞时间延误了，预计新的起飞时间是2.2动。收到。出入职场666可以进跑道动6。机长，现在可以进跑道了，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我们的防冰液保持时间快到了，你看要不要回去再除一遍？我们等的时间已经够久了，你问下管制员天气怎么样？地面，现在起飞落地是正常的吗？出入职场666，现在机场起降是正常的。收到。那没问题了，我们正常起飞。哎，你看，我们现在气象雷达显示的图片比刚刚在地面上显示差多了，出现黄区了，还是有区别的。这边的水汽比地面的丰富了，所以雷达回波变强了一点。什么声音？冰雹。糟糕，检查飞机各样飞行参数。机长，空速出现不一致，我们空速管好像冻住了。没事，别慌，我们爬升快一点。上高度后就出云了，到时候好处置的。你现在报告塔台。塔台出入职场666遭遇恶劣天气，申请上升高度。塔台出入职场666遭遇恶劣天气，申请上升高度。没办法了，情况紧急，我们先上高度。好。哎，这个爬升力怎么这么小？发动机推力不够，可能结冰了。打开发动机防冰，我现在增加推力。进行发动机风扇除冰，以监控状态。机长，推力恢复正常了，我们上升率现在是1500英尺每分钟。太好了，赶紧上高度。好像什么东西砸到了机头。仪表正常吗？
空速不一致，出现了抖杆，好像发动机故障了。报告机长，刚刚有旅客发现两边发动机好像有什么东西飞进去了，出现火光，现在发动机好像冒烟了。知道了，双方失效，快速记忆项目。我现在要动高度换速度，增加我们的启动成功的概率。机长，没启动成功怎么办？再试一次，还是没有启动成功。高度3000英尺了，不能再加速下降了。现在减速，我们迫降。迫降在那片雪地上，我找着减燃弹。来不及了，听我口令，警一，警一，超速警一，机动速度2000英尺，发布防冲撞准备。报高度1500英尺，放轮，放轮，警一15，警一15，现在500英尺，防冲撞开始。你一会儿报告一个下降率，我来做修正。现在下降率800，机长，前方有个村庄。虽然现在高度比较低，但我们要极力避开居民区。现在赶力很重，我们2个人同时带赶，听我口令，一起往后带赶。收到。3、2、1。好可怕哦！我起鸡皮疙瘩了。现在这种程度，只是念一下，我已经出汗了。对。天哪！所以现在通过这个场景的还原，我们大概能了解事情大概的经过了。在起飞的时候，我们已经使用了防冰液，防冰还没有失效。起飞之后，空速表也是工作正常的，飞机起飞都是正常的状态，只不过是突然遇到了雹机，然后机组呢发现发动机随后有吸入了异物，因为雷达罩掉下来了，对，发动机失效，而且机组一直在不停地尝试重新启动发动机，不停地尝试，到最后机组发现前方有村庄，机长也尽力地避开了村庄，他一直在努力地拯救这个飞机。到落地的时候呢，竭尽全力把下降率减到最小，这样才能保证我们所有旅客最终的生命生还。这次案例呢是改编的是以往的一个真实的国际飞行事故的案例但是乘客的故事呢，却都是来自于我们下航的真实的故事。当时卓西哥扮演的旅客呢，还给我们公司写了表扬信，所以想请我们的飞友团读一下吧。那我读啦。真的很感谢飞机等待我们，这是一次暖心的延误。我是一位在美留学生，怀抱着满满的思念，时隔4年，终于可以回到我的祖国，见到我的家人。可是我收到了一条短信。当晚即将要乘坐的大韩航空原定起飞的时间不得不推迟12个小时，直接导致准备从首尔中转下航航班的我们面临无法回国的窘迫境地。而这班国际航班和我一样的总共有90多人，我们以为回不去家了，为此建立了一个维权群，没想到仅过了3个小时，有人在群里发了下航航班更改时间的截图和延误通知的短信，一时间群里一片欢呼声，并把群名改成了感恩下航 Safe Fly。把群名改了。对，从投诉群变成了感谢群。感恩航空公司和机长主动推迟航班起飞时间，将我们一个不落的接回祖国，安全回家。很感人。那现在又到了激动人心的时刻了，我们要公布各个组的得分值了。我们的本轮满分分值是30分。哇哦！那经过刚才我们研讨会加上2组的辩论。我觉得梁河组他表现的是更优秀一些，他的思路非常清楚，沉着冷静，所以恭喜梁河组获得25分。谢谢家人，恭喜恭喜！哎，机长，这边，机长，机长，机长，可以。机长，没事，我们加油，没关系。那我们的
小师姐组呢也是对细节掌握的非常全面，然后但是在辩论过程中呢稍稍输了联合组一筹，所以得的分值是20个飞行值。也很棒，也很棒，也很棒，还是领先我们。加油，晚上加油！经过刚才我们这么冷的天气的考核，估计大家伙儿应该是又冷又饿了吧？饿了，饿了。好，那接下来我来请大家伙儿去吃火锅。谢谢救援，振奋人心的时刻到了。天天蹭您饭，我有点不好意思。走吧，走吧，走吧，还等什么呢？快点！火锅店到了，来吧，就分2组就坐吧。那咱就再坐这儿吧。行嘞。估计都饿了吧？饿了。都已经准备好开吃火锅了吧？嗯。是的。但是在吃火锅之前呢，我们还有一个火的考核。这么紧凑。那我来宣布一下考核的规则。在我们日常飞行中啊，高温天气会导致我们机械故障。对。所以呢，今天大家要在这里进行 Chair Fly， 模拟进行一次飞行故事的推测。因为模拟机的资源非常有限，飞行员为了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相信每个人都自行进行过 Chair Fly 的训练。我平时自己在家里面 chair fly， 啊，对，就是前后乱打，速度配平。刚初学的时候就模拟过 Chair Fly， 对吧？跟秀一样。接下来我会分段讲述一个国外真实发生的案例，在每段故事中，你们每组有3次向我提问的机会。问题可以是关于帮助推测真相的。同时，在讲故事的过程当中，我也会随机给你们不同的挑战。完成每个挑战会获得5个飞行值。2楼是对我们进行一个以机长视角的考核，飞友团在1楼是以一个乘客的视角进行考核的，为我们飞行团提供的是乘客的客舱的线索。等最后飞友团与你们会合后，你们互相分享、交换信息，推测最终的事件真相。获得满分40分的飞行值。2位师姐呢，同样可以作为军师，可以排兵布阵。好，那大家准备好了吗？好的，准备好了。那大家就可以先闭上双眼，我们开始进行 Chair Fly 的飞行了。这是一架凌晨航班，结果刚刚跨过午夜时分，天空中就出现了诡异的一幕：一个蓝色光球从空中划过，仔细一看，是飞机笼罩在蓝色的火焰下迎风飞行。机长已经平稳飞行了3个小时，看着前挡风玻璃突然凭空出现的诡异蓝色光点，毫无头绪。前挡能看到蓝色的光点，要不就是有球形闪电，要不就是进了什么东西一直在摩擦。对，摩擦的静电。就没有天气，有没有听到声音？火山灰。对，火山灰，对。因为火山在赤道周围分布的是最多的，就像我飞澳洲航线，印尼那边有很多火山。我们想问，周围有没有天气覆盖？我当时是把气象雷达打开了，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的现象。请问一下，发动机的进气口有亮光吗？我记得当时是乘务员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发现了发动机也不知道是光啊还是着火的现象。有着火或者是什么的现象，就更怀疑了。没错。
后续有听到声响吗？闪电那种声响？声响倒没有，没有。我们的仪表都是在正常运行的，没有任何损坏。请问有没有闻到任何刺鼻的气味？刚进入蓝色光团的时候，没有任何气味。刚进入的时候没有。他特意说了一个刚进入。对。遭遇了蓝色光点之后，我们的各项参数是否有变化？没有，参数都是稳定的，自动驾驶也是在接通的状态。请问驾舱或客舱有反应有烟尘吗？当时乘务员的确是给我报完有蓝色光团现象之后，他说客舱好像出现了一些不明的烟雾的状况。烟雾？对。那我们先做一个小测试。对于飞机上不断变化的各种情况，我们机长需要很强的敏锐度，要能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观察力是很重要的。那今天呢，我们难度升级，要考验大家的动态观察能力。待会儿屏幕上会显示有2个格子，格子中呢会随机运动一些小球，大家需要在30秒之内看清楚2个圈之内各有几个小黄色点。统治区。最先回答正确的组会获得5个飞行值，所以你们先商量谁来迎接第一个挑战。这还用商量吗？商量吗？这5分打仗上。哎，先洗，我先记上吧。咱先记上。你记上吧。秀，你有点当仁不让啊。你们谁比较擅长瞬间反应能力？我来试试吧。啊，玉婷，好，那来吧。3、2、1，计时开始。谁发现了可以谁先公布答案啊？11、8。11、7了。左11右8。秀正确。我的妈呀！easy，机长，牛，的确是强项。我第一张图还没看完呢。机长，哎呀，我就说先记上吧。还得是你啊，印刷机。好，那我们第一个游戏结束，恭喜两个组获得5个飞行值。那我继续描述了啊。这时驾驶舱内的情况急剧恶化。Mayday Mayday Mayday， 机长发出求救信号，副驾驶向机长汇报，一个发动机在毫无征兆的加速转动之后，功率下降，逐渐熄火。紧接着副驾驶又连续汇报，剩余的发动机也相继停止运行。这架航班现在就像一台失控的滑翔机，顷刻间仪表一个接着一个失灵，最多半个小时就会坠落在海面上。机组决定迫降，机舱内含氧量也逐渐减小，温度越来越高。机长释放氧气面罩，可诡异的是，航班上连氧气面罩都全部失效。为了保证不会缺氧昏厥，机组只能选择下降高度。好了，现在你们可以继续向我提问了。这个飞机是从哪里飞哪里的？从雅加达飞仰光。我100%确定了。好。重要天气有没有预报火山灰？火山爆发的。没有。不应该啊。教授，那请问当时的飞行高度是多少？当时的飞行高度大概是在37000英尺。后来有没有刺鼻的气味？目前为止我自己也没有闻到，然后我也没有收到乘务员的报告。哦。飞机的机型是什么机型？啊，是波音747机型。航路附近有没有重要的突发性的这种灾害天气？哦，我们当时在地面准备的时候，没有接到相关的一些通知。啥都没有。啥没有啊？不符合呀。再听会儿吧，那就。再听会儿吧。
接下来呢，我们又要一个新的测试了哈。现在你们面前的是图形模糊、错乱的操作按钮。大家需要辨认这些按钮是什么。两组可以抢答，如果答错，另一组可以继续抢答。最终抢答正确数量最多的那一组获胜，会获得5个飞行值。我不参与，那我们俩退出。好，开始啊！那个发动机活门，发动机活门关，指示灯，正确。哇！那个范围那个什么？速度干预。指示空速马赫数选择右标。对了，正确。好。起落架那个绿灯，正确。迎角探测器，接近。右迎角传感器加温指示灯。玉婷答对了。那个排油率旁通，排氯旁通，明伟，正确。你每次先说那个是没有用的。哎呦，那个，难道来了？注意！这是什么？高度选择，正确。这个都懵了，不是懵了，这就是老司机，我跟你讲，老司机。后货舱门，正确。停给手柄，正确。来吧。左皮头管，右皮头管。正确。音频接收器。玉婷回答正确。启动轰开，正确。左翼上出口，正确。防压 LED，正确。他把那个去掉了。我已经把那个去掉了，我好。服务后服务门开。对，后服务门。沉默测试，一辆活门关。两人关上后门。多多选择，正确。好，最后一个比较难。设备冷却，电子设备舱，电子设备舱门。对，的确是电子设备舱啊。这个真牛，稳健。好，那恭喜联合组获得这一轮比拼的胜利，又获得5个飞行值。战斗的感觉来了是吧？那我们来继续了哈。飞机下降高度后，机舱里的含氧量也逐渐增加，但是返航并不是一帆风顺，在迫降途中竟然需要翻越一座山。就在即将接近山体、千钧一发之际，4台发动机竟然奇迹般的相继恢复工作，机长成功操纵飞机开始爬升。可就在大家以为一切无碍时，飞机外又开始出现了那诡异的蓝色亮光。瞬间，飞机又被蓝色的亮光所吞灭。机长这时候心中划过一丝不妙的感觉，果然在蓝光出现后的几分钟之内，发动机再次停止运转，只有最后一个发动机还在颤抖坚持。在最后进近的过程当中，机长发现能见度越来越低，最后机长凭借自己丰富的驾驶经验，使用人工飞行的方式安全降落在机场。教练，请问蓝色闪光的时候能见度怎么样？能见度当时我感觉从窗外看的话也看不见星星，跟不咋地就是。教员，那飞机在成功落地以后，机务检查飞机的时候，发现飞机有什么问题吗？啊，这个还不晓得，但的确是去检查了，后续还不知道。教员，在机场附近已经在进近阶段，在低高度的时候，剩一台发动机已经出了蓝色火焰区，能见度是怎么样的？从玻璃里看出去。最后我落地是盲降落地的，
航降。我们迫降的机场是什么机场？我们就返航到雅加达机场。返航雅加达，好。到多高我们恢复了发动机？记得又下降到了3000米的时候，恢复的4个发动机，然后又采取了爬升，爬升之后又3台发动机失效了，只剩下1台发动机工作了。有记得经过了多少次启动，然后启动成功的吗？我们一直按照贾亚丹的记忆项目执行的，按照他的建议不停地启动。我一边这边指令副驾驶在启动，我一边在申请，也发了mayday报，然后申请下降，准备返场落地。多少次我也记不太清了。接下来呢，给你们有10分钟的时间，去和楼下的飞友团分享一下客舱所知道的信息，并将真相写在纸上。10分钟结束之后呢，进行汇报，以写在纸上的真相为准。目前两河组的得分是45个飞行值，然后单一组是40个飞行值，最终的胜负就靠你们最后这一次得分的机会了，希望你们能把握住。哇哦 Hello， 嗨，你好，你好，我们来蹭饭了，可以先入座哦。好的。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厦门航空客舱部的一名乘务员，我叫邓玉佳。啊，你好，你好，王庆飞，你好，你好，机长，我是来自国泰航空的机长。我认识哦。我叫艾森。你最好是。我叫唐一峰。哦。I know。我已经准备好了磨刀霍象火锅。我们还有另外的任务。有任务，我就知道吃饭没有这么简单。火锅店到了。哦。Hello， 韩教员，好久不见。对呀，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厦门航空公司非常优秀的乘务员邓玉佳。Hello。行，那我们先从这边上2楼吧。那待会儿1楼就交给你了。哦，这是有什么什么任务吗？秘密任务哦。所以我们这趴有什么考验？我手上有给大家准备了11个线索。11个线索哦。想要得到线索，我们可以以组员的形式举手抢答，答对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的线索。好。第一题，哪一句话是飞机遇险的呼救呢？那个，我知道。Pan Pan。B Mayday。C Help。D SOS。3、2、1。这是一个。Mayday。Yeah。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好了，算你的速度快了。哇。和尚端汤上塔，塔滑汤小汤汤塔。好嘞，我讲出来了，对不起。搞这一套，下一道题迫不及待了。以下哪个测试是实验人员不会对发动机做的呢 ？A. 向发动机喷水和风。B. 向发动机扔鸡。C. 向发动机扔大量冰块。D. 向发动机扔硬币。3、2、1。先抢了吗？我觉得是硬币。恭喜啦！没办法啦，太简单啦。哦，可以。好嘞。飞机起火后，哪些事是不能做的 ？A. 戴上氧气面罩。B. 向有空气的地方探寻前进，寻找出口。C. 脱掉丝袜和高跟鞋。D. 用湿毛巾捂住口鼻。3、2、1。丝袜跟高跟鞋。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啊，不可以。那我们来回答。2B 吧。对。不对哦。不对啊，对啊。那2组都答错的话，这道题就作废了。作废。所以是 A 还是 C？ 是 A 啦，因为氧气会助燃嘛，就可以会火。火都烧到这儿了，对，你加了把氧气。火上加油了。对了，来。
哪个不是导致航班取消的原因呢？不是哦。A. 机长工作时长超过8小时。B. 目的地机场天气不佳。C. 有乘客向飞机引擎扔了硬币。D. 目的地机场交通管制。3、2、1，贺主席。目的地机场交通管制。不对，我选 A。恭喜你们。哇呀，你看机长。哪个方式不能缓解坐飞机时耳朵感到的不适呢？A. 张大嘴巴发出啊。B. 和空姐对话。C. 吃东西。D. 听音乐。3、2、1，休息一个。听音乐。成田妖风是什么风？3、2、1。依林姐啦，依林姐。成田机场的风。民航机翼上的航行灯拥有3个不同的颜色。飞机一直向上飞，机上有一个座位不卖票，是铃响2声是什么意思？我觉得是 D。可以松开安全带。我选 A。恭喜恭喜！哇，好棒！我们的线索还剩1条了，迫不及待。好了，这个必胜。机场上停着10架飞机，第一架起飞后每隔4分钟就有一架飞机接着起飞，而在第一架飞机起飞后2分，又有一架飞机在机场上降落，以后每隔6分钟就有一架飞机在机场上降落。降落在机场的飞机又每隔4分钟在原有的10架飞机之后起飞。我放弃了。那么，第一架飞机起飞后经过多少时间，机场上第一次没有飞机停留呢？讲吗？讲啊！有纸笔吗？这太复杂了啊！这20嘛，对，这就是一个循环了。对，1、2、3、4，那就每隔12分钟起3架，降2架嘛，就相当于减掉1架嘛。108，108。哇，恭喜答对了！哇，耶！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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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服了。没办法喽。这个是隐藏的是吗惊喜哦。我看看什么惊喜。OK， 这个我帮你们去把这个惊喜拿过来。这个就是你们的哦，这是隐藏惊喜。臭鸡蛋味。哎呀，哎。所以其实我们拿到这些线索都是跟一些飞机上会出现的特殊情况。对，是的，没错。所以你有遇到过类似的吗？因为其实，在我们日常飞行工作中呢，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状况啦。比如10天前我就遇到过在飞机上。等一下，10天前？对，10天前。这么近吗？对，没错。那个旅客其实状态已经不太好了，他觉得左胸口一直很痛。左胸对，心脏对，感觉他有气无力，已经说不上话了，然后脸色惨白。然后我说：“大叔，您千万别着急，咱们机上两位医生都非常的有经验，您一定放心。是，您只要听医生的话，我们一定能帮到您的，千万别紧张。”其实这个时候安抚情绪很重要。然后后来万幸的是，我们顺利的就落地武汉了。哇，太好了，太好了。其他的乘客是什么反应？非常非常配合，因为人命大于天嘛，就是对安全最重要。所以我们一直理念也是，保证客舱安全是我们的第一职责。是的，好感动。对，向你们致敬，向你们致敬。谢谢谢谢。那我想邀请1林组上楼，然后让联合组的人下来互相交流一下你们这些信息。王哥，999，我们来了。Hello， 快来坐。有没有什么重要线索？迫不及待跟你们分享。我这边有很厉害的线索。哇，这么多线索！你不知道我们多努力。这么多线索的吗？好，10分钟倒计时开始了。我们得到的线索：乘客都坐在座位上，没有乱跑，不会对客舱产生重量不平衡等反作用。乘客看向窗外，突然发现飞机闪烁诡异的蓝光，好像整个飞机体都在发光。
客舱温度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升高，已经高到体感不舒适的温度。客舱内的烟雾越来越淡，含氧量降低，已经有乘客出现缺氧状况。客舱内温度持续升高，已经有乘客出现中暑、呕吐、昏厥。有人越呕吐。这是因为发动机熄火了，你没有引气，也没有空调。对。客舱出现的烟雾只有烟味，没有异味。烟味儿。那这个烟味会像那种硫磺味吗？我们就只有这些。就这些。对。行，那我们在这个上面补充。好，可以。这是我们得到的几个信息点哈。首先，第一个，飞机被降落前，客舱温度再次升高，与机体磨损有关。磨损。第二个，蓝色光团第2次出现的时候，依旧对飞机的正常运转产生影响，还是有影响。乘客看到窗外发动机着火了，但发动机着火并不是客舱情况造成的，有其他原因。客舱异味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与蓝色光团有关。异味，你们闻到的异味是什么异味呢？不知道。来下一个，客舱突然出现臭鸡蛋味儿。这个信息太重要了，非常非常有用。一条信息我们就判断出了啥原因。只要有这个味道。对。哇，那真是打一个配合。不愧是王哥，主要是周周，不愧是高材生，在心中，在心中。太好了，稳操胜券。现在还剩5分钟的时间，来吧，咱先把这个复盘好。对，你们先复盘。这个是算补充信息吧。对，还有什么？我还有一个很有用的信息，就是他们刚刚那个信息里面有一个皮蛋，臭鸡蛋。鸡蛋味儿。那不就是硫磺味吗？对，那就是硫磺味。应该就是那个。对。还有3分钟的时间啊，我们可以补充一下。烟尘沙粒在发动机进气道。对。客舱相当于没有氧气供应，然后升温。你来汇报吧，我感觉已经差不多了。我来说一遍啊。那个，咱们从雅加达起飞以后呢，飞机被笼罩在蓝色光球内，客舱有烟雾、有异味、有臭鸡蛋味、有硫。前面可以加上第一次产生蓝光的时候，教员有说看出去看不见星星，能见度降低。还有1分钟的时间啊。下飞机的时候有没有观察到飞机表面有异样？起火了。好的，时间到了，请停笔。停笔吧。我们停笔了。停笔了。那我们就去1楼跟他们会合吧。好。不好意思啊，我们就先预定胜利了，好吧？哦，你们的胜利还要预定啊？我们已经胜利了。你看，他一定会比我说的狠。现在请你们依次来说一下你们推测的事故的真相。那我们就先请玉婷可以说你们组的这个结论了。我们这个航班呢是从雅加达起飞，飞仰光的一个夜航航班，然后在37000英尺的时候呢，我们怀疑飞机进入火山灰的情况。我们推测的原因是因为驾驶舱全部呢出现蓝色的火焰，然后根据我们飞友团给我们提供的线索是，旅客也察觉到像整个飞机机体在发光，并且我们根据询问航校员得知，风挡周围有静电，在驾驶舱机长室发现有小小的烟尘，然后后舱的乘务长报告发动机进气口发出亮光，客舱在后续是有出现这个臭鸡蛋还有这个臭皮蛋的这个味道，更加验证了在37000尺进入火山灰的一个状况。他们有臭鸡蛋的味道，他是看到了。一开始就是在37000小进入火山灰。小偷。然后我们师姐也是凭她的经验，告诉我们，就是雅加达、印尼附近有很多的火山，时常处于活跃状态。火山灰。对，火山灰。火山在赤道周围分布的是最多的，就像我飞澳洲航线，印尼那边有很多火山。并且他上个月才刚刚执行一个绕飞，有实战的经验。绕火山灰。
会对我们的这个玻璃造成。然后我们在继续下降的过程当中，遭遇了发动机的失效。飞机已经没有引气空调，也没有增压的压力。另一方面，在闷闷的火山灰里面，这个热量是无法传导的，所以后续呢，大家会感觉到氧气不够，客舱已经高到体感不舒适的温度。然后发动机熄火的原因，我们想解释一下，就是火山灰当中的烟尘和沙塑在发动机进气道里面会融化，粘在发动机的侧壁上，造成发动机的回火。在驾驶舱之内，我们感觉到能见度很差，怀疑不仅仅是火山灰的原因，也有可能是把这个风挡给刮花了，所以机长已经看不到外面，导致他只能凭着经验去到一个自己比较熟悉的机场进行着陆。最后我们的判断就是，飞机是一个在起飞之后高度进入火山灰，然后下降，在快要撞山的时候脱离火山灰，事发启动成功，然后再起来的时候又再次进入火山灰，然后3发又在失效，然后我们又下降的时候有1发成功的启动了，机长凭借经验，然后到雅加达返场备降，就是大概这样一个情况。完美，完美！哇，吓死我了，吓死我了！鼓掌！完美，很棒，很棒！什么玩意儿是冷？完美，太棒了！完美 ，perfect！好，那请我们的秀来说一下他们组推测的真相。故事是这样的，首先我们是一架从雅加达在夜晚起飞的一架飞机，然后我们有4个发动机，在飞行3个小时以后，前风道出现蓝色光点，我们被蓝色光球所覆盖。机长看外面的时候，能见度不高，所以我们怀疑是火山灰的颗粒磨损了前风挡。自驾稳定这个信息让我们排除了发动机的限制传真和失速。而且无火警，发动机有火焰，不是客舱造成的火警。这个是我们的飞友团为我们争取到的信息。对，在飞友团获得的信息是有异味，还有臭鸡蛋味。这个也佐证了我们的火山灰判断。我们判断它是由火山灰的颗粒碰撞在发动机的机体表面摩擦出来的静电。然后一个发动机在加速后熄火，这个状况明显符合我们火山灰检查单的一个小小的描述。然后重启失败，剩余的也失败，然后我们决定迫降。然后这时客舱温度升高，客舱温度升高呢，我们猜想方向有2个，一个是发动机失效，一个是火山灰。我们在飞友团获得的信息是，火山灰颗粒磨损机体会导致客舱温度升高，更加验证了我们的火山灰的这个概念，只是让我们更加细化，环环紧扣。然后雅加达那边火山多，是根据师姐的国际经验来判断的。哦。然后我们选择下降高度在3000米以上，4台发动机恢复工作，所以我们判断火山灰的覆盖区域在1万英尺以上。我们在正常爬升后再次出现蓝光，更加印证了我们刚才的猜想，就是说火山灰的覆盖区域就是在1万英尺以上。那请我们咱说全了，没问题。好棒啊！先加分吧。好，先加分吧。Sure。是的，这个要比跟人学。停。说明我们2个组啊都是认真收集了信息，而且对我提的问题啊都很到位。然后也要感谢我们的飞友团，给我们飞行团提供了很有效的信息。那我现在来公布答案，来，答案是。答案就是火山灰，答案就是火山灰。大家都是对的，你们2组都说对了，所以恭喜2组都答对了，而且2组答的都非常细，基本没有差别。那就是大家都40分吗？对，所以这一轮比拼呢，每个组都获得了40个分。哇，太好了！啊，这你们厉害了。
好啦，算你们厉害了。哎，你们也很不错。当然了，我们其实都很不错啦，还好啦。我的考核呢是模拟的火山灰的一个现象导致的飞机的故障。最后呢，两个组发现的都非常及时，得到信息也非常充分，他们表现的都不错，非常厉害。最终的考核成绩，两河组得分是85个飞行值，哇，略胜5分，完美完美。单一组最终得分是80个飞行值，也可以，都完美了。所以恭喜梁河在今天的《冰与火之歌》的考核中获胜。你们也很不错，也很不错，你们也很不错啦，都很棒啦。好了，谢依霖，我们下次还会有比赛的，没关系的，没关系的。你刚才不是这个脸的你。所以韩教员，我们今天刚才说的这个故事也是真实发生的吗？对，这个是真实的案例。这民航史上第一例遭遇火山灰的事件，发生在应该有20年多前了吧，至少。那个时候对火山灰的气象预报还没有这么准确，所以他们对这种蓝色的火光啊也产生很多疑问。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发动机失效，但是等落地之后，把3个发动机拆下来之后去打开去检查，发现里面有很多沙子、粉尘、沙粒。再加上我们后续的对乘客的访问，发现有一些味道，所以我们终于才明白，哦，原来是进入了火山灰。所以这火山灰对飞机的航行影响很大，非常大，对，就会容易造成发动机失效，包括一些失去氧气啊、失去动力啊。失去氧气好恐怖哦，这几个字。从那起之后呢，我们在气象预报中就加入了火山灰的预测，包括它的走向。所以我们每一次民航业的进步啊，都离不开这些前辈的飞行员遭遇的情况的经验。我们考核的意义就在于啊，飞机是在进步，那我们的人呢也在进步，对应的手册呢进行了更新，所以会让我们飞行啊越来越安全。今天一天的案例分析和研讨，我相信大家学到了很多新的经验，可以在很多方面帮助我们提高警惕，更好的守护航班安全。2个组员都挺棒的，明伟陈述的有条不紊，不慌不忙，玉婷对于关键信息的发现和记录也帮了我们很大的忙。冰与火，我给龙龙和小董打满分，甚至打120分。小董观察非常细致，做事情也很有条理。龙龙也是一样，切中要害，逻辑思维也很强，在未来会成长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机长。通过今天我们这个《冰与火之歌》的这个考核，我们也是新的了解的过程，所以我准备了，你看这样一张纸，这边是火，这边是冰，大家可以在纸上匿名写下对自己另一位组员的感受，正面就是你想对他说的一些冰冷冷的狠话，哎，然后这一面呢就是暖心的心里话，好，然后之后我们再一起猜到底是写给谁的。好，来，我们发一下，往那边传一下哈，给教员一个。写完了吧？我要把各位的收一下，来给我。好。他形容这个人热情善良、理论扎实、操纵过硬、柔韧、打字超快，狠话是丑。哎，没有了。缺点：发型太酷，打字太快。哦。谁呢？请问是谁？大家一起猜。这不秒猜吗？绝对师姐，发型太酷，打字太快。他打字太快吗？因为师姐看到大家说着，回来安慰我们，回来鼓励我们，然后每次师姐啪啦啪啦啪啦鼓励了1000来个字，然后我的谢谢师姐，我真的没回的时候，啪啦啪啦又是1000来个字，我也不知道回啥。所以这个是应该是龙龙写给我的，龙龙写给师姐的。而且今天还发现师姐太柔韧了。
师姐会劈叉。你下去那一瞬间，我小脑都萎缩了。我说老命没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啊。保持你对这个世界的爱哟，钝感力之神可爱爆了，帅。狠话，亲爱的弟弟，咱在车里可以睡一觉了，你小嘴巴巴的，小嘴巴巴的。所以这个是谁写给谁的？我写给秀的。秀，下次跟我一车，我喜欢听你叭叭。飞机有延误，坐。好，优点是快快乐乐，没有烦恼，车技炫酷，排水渠过弯。秀，你写的吧？狠话是。没有我帅，再接再厉。你要发呆了，带的我也发呆了。懂得写给龙龙的哦，还得秀。没有我帅，再接再厉。还得咱们秀哈，还得咱们秀。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啊。首先这个火的这面是在自我修正与迭代中，你是我愿意追逐的光。哦，谢谢你的存在，丰富温暖了我对未来的想象。哇，哦，天哪！我感觉是玉婷给小师姐写的。好，狠话，人太 nice， 腿太长，脸太小，哈哈，有点太温柔了。小师姐，因为我觉得不管是师姐还好，还是飞行团也好，就是给了我很多的包容和帮助。然后特别今天见到师姐，我觉得就是我的未来的目标，我想成为像她一样的人。后面不是还有一句吗？以后等着看啊。你的位置迟早是我的。没有。他说：“您外表冷静沉着，内心里充满热情，为了 team 的胜利据理力争。希望保持对飞行的热爱，早日成为一名优秀的机长。如果更有自信，那就更好，绽放你的光芒。”哦，我猜是仁哥。我感觉也像是我。是谁写给仁哥的？就希望我看到的仁哥的光芒，能更容易被所有人看到。仁哥的光芒。完美，谢谢。希望玉婷能够坚持初心，始终相信自己是最棒的。我相信有朝一日你会成为像洪教员一样的机长教员。哇，好，没有狠话，没有狠话。仁哥太温柔了，没有狠话。谁救护墨镜？仁哥的光芒我已经看不到了。我们还有最后一张内容，我只是写了一句我目前为止我最大的感受。我觉得我是日益可见的变水嫩和年轻了。因为天天和我们年轻的飞友团和飞行团在一起，其实我觉得我越来越……我们差不多年龄啊。是的，是的啊，是的。不好的很简单，还不快点把硬菜给我端上来！烂了，享受，把锅担起来。不是带回去吃吗？好，现在我们可以享受火锅啦。耶，好香呀！来吧，菜都上齐了，就动筷吧，开吃。哦，7上8下，这个肉已经好了。哦，谢谢。贡菜太好吃了，人间绝味。巴斯的 band， 巴斯的 band。来，今天的考核任务也圆满结束了。哦，来干杯！干杯！干杯！你们也很不错哦，希望你们明天也继续加油哦。也好自为止，喝着，继续保持领先。今天的考核呢与以往不同，本次的考核为师姐带队个人战，会将投票权交由问题筒背后的人群。今天呢，我们将会新生班举办一个飞行交流辩论会，
我想请对方辩友好好学习 SOP， 不要把所谓的人情带到飞行工作中。我觉得小师姐没有很理解这个 SOP 的意思。如果你们说不要遵守 SOP， 为什么韩教员在打铃的时候你们就停止了？那你的人生难道也需要一个部门去给你认证吗？我自人间漫烂，平生是南北东西。哇！小朋友来了，小朋友来了！我们发生了故障，砰砰砰砰砰，所以我们坠落在了这里。飞机胖胖。飞机为什么会飞？在飞机上为什么不能开窗户呢？天上星星是什么颜色的？想生孩子了。通过向台下的学生科普航空相关知识，缓解他们的情绪。这已经到了我2位老师的统治区了，有什么用呢？在统治区去打败他。你们来挑战我们，我们会受伤，但是你们会没命。目中无人，一叶障目。我要下飞机。这位乘客你怎么啊？我好紧张。我看到机窗外面有一个气球飞过去了，他已经躺白幕嘞，有没有人管他？我是这次航班的安全员，请问先生？没事了，老师，没事了。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惊喜，有请。完蛋了，我有点想哭。上我们飞行团要做一个特殊的求救信号的小科普，可以委托俊辰待会儿藏起来，然后引导你们的飞友团呢迅速的找到俊辰，找宝藏男孩。对，天哪，太刺激了！我们已经传递好了 B3柜子有帅哥。哎，他真的。哎呀！哦，我懂了。第三个大。B3。大。越是安全的地方就越安全，越是……哎，不对。这一次远航迎风而上，看晨曦曙光在更高地方，美丽自己航迎风而上，追下日海浪，闭上了天空来去远方，去远方。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关注微博官方账号初入职场机长季，一起共享蓝天旅程。上微博搜索初入职场机长季话题页，参与节目更多精彩互动。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独家中文百科合作平台百度百科。上百度搜索初入职场机长季，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深度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指定问答社区知乎，深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内容合作平台小红书，城市地标裸眼 3D 大屏合作伙伴长沙之星国金裸眼 3D 大屏，成都兰博基尼中心地标大屏，杭州数字双目裸眼 3D 大屏。特别合作扇贝 APP、网易有道词典、智联招聘、前程无忧、途家、智行铁友、百度输入法、WiFi 万能钥匙、美图秀秀。特别鸣谢微博校园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民航大学、西安航空学院、山东航空学院、南昌航空大学、安阳工学院，城市商业综合体合作伙伴万达广场专属练歌房、温莎 KTV。定位规则，定位规则。